5点你来得及吗？不是，老炮儿了，我不去。老炮儿演唱会我不看。演唱会？他们怎么还有演唱会？那不是个电影吗？今天首映啊。然后。哦，首映那今天是不是情人节也来不了？他都来不了。哦，那得去那边。昨天他们也跑了一场。对，这几天正好赶上他们几个都有事，也不知道金老师怎么样。小强，小强和小南，哎呀！你看为什么受伤吧？给我掐了，别给我！为什么受伤啊？我这衣服剪裁不漂亮。钱老师来了。一旦你从开始学习那个习惯的动作方式之后，我就知道你有问题。我就知道你有问题。你怎么样呀？没什么不一样啊，没什么不一样，还好好的。双手整得很自然。这家医生不错。妈。好甜蜜呢。我走，哪来粉丝？你我法是什么？你我法是什么？我是谁？法国。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门是开着的，于是他就飞得好远好远，飞到一棵火红色的奇异的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比较挣扎，他对于自己进入角色，一些就跟我们角色互动的，他对于情感，他对于这么一个复杂的爱情，一直有一种挣扎，一种拿不定。这种挣扎其实是好的，它可以帮助演员往更深的地方去走。我得确认他有一段路走到了，有一段路还走开了，他有一种在移动的状态。当然到后期的他，我觉得越来越稳固，越来越自信。但是我也很欣赏他作为一个女演员身上那种女学生的气质，她不耻下问，她很听。他很听的，有时候我都不好。刚开始我都稍微不小心讲，发现，我怎么这样说的话，他怎么，那是眼泪啊，他哭了，把我吓一跳，心想怎么回事？我把他给讲伤心了，赶紧想安慰他，又觉得是不是不要安慰他，就让他伤心，那个伤心是不是也帮助他更融入他的角色？他那个时候很善感，或者说有点脆弱，那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一个好的品质，可用的品质。丽梅姐，我们走了。等会儿我想象画廊。拜拜，明天见。
所以我挺幸运的是，我2个对手，金老师啊，然后还有严楠呢，还有包括之前强哥也演过伯爵的这个角色，因为他们分2个组，然后以前金老师不过来演的时候，就强哥演伯爵，他们3个都是特别好的演员，然后而且很认真，很敬业，所以你跟他们演，就会养成很多好的习惯，然后还有对戏的思考，我觉得挺幸运的。今天又雾霾很重，是不是？出来各种复杂的味道。今天去了得好好的研磨台词。他是属于舞台的，我觉得他有天赋，他有非常敏锐的艺术感觉，而且他是带有艺术家属性的演员，我平时可能跟他交流不是很多，但是在我的印象中，进书店的人还有吗？来回来。他只有2个状态。一个是看剧的状态，一个是对词的状态。那我相信他除了技术，我相信他是非常享受这个扮演偶像的过程。这是很难得，就是作为演员，你没有把它当做是一件工作，而是一次体验、感悟，或者是一次另外一个人生的一种经历。那段时间，我住在卡利西7楼的一个用人房，非常窄小，可是打开窗户可以看见蒙马特的大教堂，视野算是不错。看着窗外，我经常觉得自己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又开始对啊，这是我先生啊。对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照片。他这个人啊，从来就不爱照相，只要一看到照相机就躲得远远的。不过我刚刚有整理出一张，是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拍的。这就是我的上路。安吉丽克，安吉丽克怎么办？我刚好经过这里，看到你夫人怎么了？上路里生病。上路里。医生说是癌症。我觉得你有朋友的话，我的医生没有你的再好，我得不擦了。没想到，干嘛？上课上班的。目标会为这个目标做就是去充实自己，然后他知道明确的清楚自己的方向，然后我会觉得一个演员可能他下的功夫不单单是在表演方面，可能比如他爱生活都是一方面，然后他对艺术的那种感悟，比如他艺术方方面面艺术他去拓展这种接触，丰富自己知识方面、阅历方面，或者说与人打交道的方面，他都非常聪明。这是我给你特别安排。
有点太对啊，哎，法国人呢？就突然急眼，法国人快开枪！他那个这就是第三次，他要倒回去，然后你我到了。也不是癌症，也是拆你要干嘛？23做什么检查都不是。23号怎么会这样一直烧啊？跟医生说就是会这样啊，有些病人哦，就是会这样。卓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？卓是一个，他会让你心疼，是因为他有的时候进入他出不来，他经常会哭的，就到了后台他会情绪很崩溃，这个时候作为姐姐很想帮他，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演员，他需要真正体验，他需要进入，他出来抽离，他不是说像我是另一类演员，就是抽离的很快，进入的也很快，反而会很享受。卓我不认为他不是享受，但是他那享受他会有很多的痛，这个是让我蛮心疼，但是我也蛮佩服。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，走了一半。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你怎么你为什么？你长得没有没有关系。我们都长得太粗犷了。那我怎么说呢？对，但那些那小男可以，都可以啊，上班都可以广播啊。你心里有什么感觉？对不对？有准备好大场面上台，他很上进，很追求，每次在演出之前总是不怕麻烦，小小的求我们再来对一下，再来对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说一下，说昨天还有什么缺点，总是不松懈。要不然是一个非常难打的仗。这里下有几个女演员把这个角色给演得非常好，我们这擦了眼睛的。不容易的工作，他做到目前的程度，我们已经很为他鼓掌，觉得他做得很棒，在台上是亮的。就好像我从某种壳里面走出来，就我那个状态，就像我的一个什么退却的壳，就我出来，它扔在后面，我完全，然后我觉得我变得轻盈了，我开始觉得就是，就是这个东西特别，真的挺抽象的那种感觉，就好像你真的身上长了那个透明的翅膀，长得长长的，你从那里解脱出来了，但是这是我之前我从来没有设想过，我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。我从来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从来没有预想过这样。后来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生变化，变得很轻盈。我特别感恩，因为如果要是那样，我自己一辈子也，那你一辈子也就是那样一个人，你无法体会到另外的一个生命的质感。但是无疑，我觉得变轻盈了，对我来说，是好事。